月不过是2个人的假期，拍些甜蜜的照片，吃吃喝喝，走马观花。但于龙和杨咩咩的这段日本蜜月却彻底打破了所有人的刻板印象。他们的每一帧画面不是摆拍，而是深情流动的纪实。他们没有选择奢华酒店、名牌购物，而是把爱落实在了每一个细节里。在东京的街头，他们手牵手走过樱花树下的午后；在京都的古巷，他们一起研究手做抹茶；在冲绳海边，于龙悄悄地为杨咩咩准备了一份惊天大礼，一个他专属的、无人打扰的小海滩。那一刻，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，而他只是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你说你喜欢海，我就想给你整个世界的海。”这样一段旅程，不只是2个爱人之间的回忆，更是一次对爱情意义的再定义。在这个快节奏、满是滤镜的世界里，他们的故事显得格外真实，格外动人。于龙不是明星，不是富豪，也不是被资本捧起来的网红模范男友，他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。但正因为普通，他的用心更显得珍贵。他没有能力买下整片海滩，但他却通过当地人打听，租下了一个少有人质的小湾区。他请来当地的小乐队，摆上他最喜欢的花，准备他爱吃的日式甜点。就这样，在夕阳之下，一场只属于他的海滩婚礼悄然上演。我没有很多钱，但我有整个心。这是于龙在视频里说的唯一一句情话，但就是这一句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心。浪漫不等于昂贵，浪漫的真谛是用心，是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小愿望，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为他默默准备的每一份惊喜。爱情是什么？是我听你说的每一句话，记你提过的每一个梦，然后在你没察觉的时候把它变成现实。杨咩咩曾在一次直播里随口说过，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滩，早上醒来推开窗就能看见海。这句话他自己都忘了，但于龙没有忘。他开始查地图，研究潮汐，联系日本当地的租赁团队，想尽办法，只为在他生日那天带他来到那个属于他的梦中海岸。那天，他赤脚走在沙滩上，风吹起他的长发，他感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这个镜头被拍下来后，在网上疯传，数千万播放，评论里都是泪目的观众。原来爱情真的存在，只是以前我没见过。这是最多人点赞的一条评论。在整段旅途中，不少网友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细节杀，他总是走在他靠近车道的一边，他吃东西嘴角沾上酱料，他会轻轻擦掉，他在太阳下晒得有点不舒服，他立刻脱下外套为他遮阳。这些不经意的小动作，远比高调表白更让人心动。爱情并不是要多轰烈的证明，而是彼此都在心里。是他懂得他不爱吵闹，所以选了最安静的旅程；是他知道他社恐，所以在店里主动点餐，替他说话。他们就像2块拼图，刚刚好嵌合在一起，不大声喧哗，却稳定温暖。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不是住在几千万的别墅里，也不是带着劳力士满世界打卡豪华酒店，而是像于龙和杨咩咩这样，在冲绳的早晨一起泡杯咖啡看海，在京都的夜晚窝在榻榻米上看老电影，在富士山下他手冷，他握着不松开。他们用日常诠释幸福，一起逛超市，一起煮饭，一起吵架又和好。他们用一种低调但坚实的方式告诉世界，爱并不一定要惊天动地，但一定要细水长流。为什么这段蜜月旅程能感动全网？因为在这个越来越效率至上的时代，人们渴望看到不带剧本、不为流量的真实爱情。我们见惯了秀恩爱翻车网红情侣分手撕破脸，所以当看到他们这样慢慢相处，认真经营爱情的时候，才会觉得无比稀有和珍贵。这不只是一场蜜月，更像一部温柔的爱情纪录片，每一帧都让人重新相信爱情的存在。什么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爱情？不是朋友圈里的官宣秀，也不是节日里才想起来的仪式感，而是那些藏在日常生活里，不动声色却充满深意的细节。杨咩咩曾说过，我从没想过有人会记住我说过的一句话，
还会真的为我去实现。那句我想拥有一片自己的海滩，只是他随口说出的童年幻想，但于龙却像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，用行动兑现了这个小小又伟大的承诺。这就是爱。真正的爱情其实就是把你放在心上，不一定要大张旗鼓，但一定要处处为你考虑。你不说，他也能看懂你的沉默；你没要求，他却早已替你安排好一切。他不需要你一直表达，因为你在他心里早已默认重要。于龙没有豪车、别墅，也没有海边的永久产权，但他有一颗不嫌麻烦，愿意花时间和精力为你制造幸福的心。他能耐心去研究日本当地的租地方式，和陌生人沟通协调，确保天气和时间都完美配合，只为那天的惊喜能恰好出现在你面前。他不是在追求看起来的浪漫，而是真正想让你感受到被爱。很多人把爱情想得太复杂，觉得必须物质匹配、门当户对，但其实爱情最本质的是一个人是否愿意为你花时间、用心思。钱可以买来华丽的场景，但买不来那句我记得你说过的话。爱情的深刻之处不在于惊天动地的誓言，而在于静水流深的陪伴。是愿意倾听、记住、回应，是愿意走进你的世界，体会你的喜好，尊重你的情绪。杨咩咩的海滩是一个男人爱意的具象化，它不是地理上的私人领地，而是一份情感上的只属于你。这份爱简单到没有华丽辞藻，却深刻到足以震撼所有人心。所以说，爱可以很简单，记住他说的话，但也可以很深刻，让那句话变成现实。这就是我们最向往、最真实、最值得去追求的爱情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极快、压力极大的时代，每天都被日程、工作、社交媒体的信息流包围，仿佛连谈恋爱的时间都被压缩成30分钟限时约会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于龙和杨咩咩的爱情像是一场久违的春雨，悄悄落下，却滋养了干涸的心田。他们的蜜月没有打卡式炫耀，没有精心营造的滤镜生活，他们选择慢下来，在每一个小瞬间里彼此陪伴，认真感受。这种节奏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罕见，也因此格外感人。从他们的视频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他默默等他试完一件又一件浴衣，没有不耐烦的眼神。他悄悄替他在便利店挑了最爱吃的抹茶冰激凌，藏在包里，只为制造惊喜。他们像两个小孩，又像老夫妻，那种心有灵犀的温柔默契，不需要多说话就能感受到彼此的关心。他们用这样温柔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，在这个快速变化、浮躁不安的时代，爱情依旧可以很温柔、很稳固、很真实。这份温柔不是脆弱的代名词，而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。它可以穿透屏幕，让观众隔着时差都能感受到温度。它可以激起共鸣，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和爱人的相处模式。而正是这种真实而朴素的情感，打动了千万观众的心。他们的温柔不是演出来的浪漫，而是细腻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点滴，是无需修饰的深情与互相理解。这种温柔，其实正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极度渴望却越来越难获得的人情味。因为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我们太容易把我爱你说成口头禅，却忘了表达爱的方式。也许只是一次细心的观察，一个默默的举动，一个没有目的的陪伴。于龙和杨咩咩让我们意识到，真正的温柔不是矫揉造作的浪漫，而是一种我愿意花时间了解你，体贴你的情感沉淀。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再快的世界也抵不过两个人愿意慢下来，认真爱一次。他们的温柔打动了世界，因为他们先彼此温柔地拥抱了这个世界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包下海滩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于龙这样的爱人。但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幸福并不遥远，它可能就在一个愿意为你剥虾的人那里，就在一双在冬天为你暖手的手心里。幸福不是物质的堆砌，而是精神的依靠。真正的归属感是你知道，不管世界怎么变，那个他永远站在你这边。这段旅程虽然已经结束，
但他们留下的故事将长久留存在每一个观众心中。他们让我们相信，爱情不是童话，却可以像童话那样美；生活不是电影，却可以像电影那样动人。愿你我也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专属海滩。感谢大家观看这段动人的故事。如果你也被于龙和杨咩咩的爱情打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最喜欢的一句话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将持续为你带来更多温暖真实的爱情故事。欢迎留言互动，说说你心中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。让我们一起相信，爱真的存在。